而萧萧的一出手，竟是比起刚刚萧凌那一击更加的恐怖与强大，就连那黑影都是开始严肃了起来。对面萧萧的这一道可怕的攻势，显然也不敢轻视，毕竟萧萧的实力已经踏足圣品后期，距离圣品巅峰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能够突破圣品巅峰，那么萧萧乃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超级巅峰强者。要知道，圣品巅峰的天至尊，就算在整个千元界虽然不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不过其数量也没过百。如能达到圣品巅峰之力，其力量更是强悍到无可匹比的层次。没想到你的实力比刚刚那小子厉害多了，看来你才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不过对我来说，我依旧能够将你击败。斩地烈焰锁，黑影竟是幻化成一道巨长的黑色锁链，在其上有着黑色的烈焰在燃烧，并且蕴含着一股极其隐晦的力量。在黑色锁链出现的一瞬间，这片天地都是为之变色，而那九彩吞光术也是直接轰击在了黑色的锁链之上，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整座圣峰山竟是受到了极强的能量冲击波，震碎了方圆万里范围内的山峰岩石，顿时间不少的落石开始纷纷的沦落而下，令得大地都是微微一颤。萧萧的这一击竟是如此的恐怖如斯，众人都是暗自感叹，唯有林静的眼神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因为他依旧感觉到有一股隐晦的力量从那轰击处散发而出。萧萧，危险！林静一声呐喊，也就在话音落下的瞬间，那爆发出九彩光束瞬间被那黑色烈焰给彻底的吞噬而下。当即便是爆射出一道巨大的黑色锁链，直接洞穿了虚空，直至萧萧。太古阶斗技，天地乾坤。林静急忙的催动全部的圣品后期的强大灵力，凝聚出非常恐怖的能量磁场。在这磁场下，任何强者也会被其重创，因为这一道强大的斗技乃是他的父亲五祖灵动亲自为他女儿所创建，在危急关头可以利用天地间的灵力扭转乾坤。随着天地磁场的出现，其中散发出可怕的力量，对着那黑色烈焰锁链重重的凝聚出一掌拍下，在这磁场中施展出这一掌，其威力竟是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恐怖。不出意外的话，真的能够凭借这一招扭转乾坤。什么？此人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斗技？太古阶！一道低沉之声在黑色烈焰锁链中传了出来，显然被这太古阶的斗技给震撼到了。暗黑大帝，请赐我力量！似乎一道像是咒语之声当即响起，而随着咒语说完，一股可怕的暗黑之源竟是滔滔不绝地进入黑色锁链之上，其上的黑色烈焰更是暴涨而起，恐怖的威能犹如是带着毁灭般的姿态，开始与林静展开激烈的对抗。随着暗黑力量的出现，天地乾坤竟是受到了侵蚀一般，危机又降临在了他们这边。不行了！林静感觉到对方的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所能对抗的实力范围，将强大的灵力催动极致，但依旧处于劣势。这时候，萧萧、萧凌、慕云熙三人也感到情况非常不妙，便是来到林静的身旁，将自身的灵力全部输送给林静。而那其余的8位天至尊脚步一踏，身影齐齐出现在林静的后方道：四大公主，我们来帮你们。8道可怕的天至尊力量在虚空中浮现，整个空间都是开始扭曲。如此多的天至尊一同出手，就连空间都会承受不住。随着他们这些超级强者的加入，终于有了可以抵抗黑色烈焰的攻势。这种对抗持续了片刻后，黑色烈焰锁链中传出诡异的笑声。既然你们都送上门来了，我便一同将你们的灵魂夺取过来，练就是魂诀。到时候我才是大千世界不对，是整个千元界的最强主宰者。给我破！一道厉声响起，那暗黑力量化作一道巨大的黑色巨掌，对着林静等人狠狠地拍出。巨掌之上的力量竟是令得他们毫无对抗之力，因为那是暗黑大帝的暗黑之力，能够侵蚀这些天至尊身上的灵力。不好，力量太强了，我们要抵御不住了。林静的整个身躯开始颤抖起来，双手更是感到一股疼痛感，并且他所施展的天地乾坤也在这一刻被巨掌的可怕力量给轰碎开去，化为漫天星光，缓缓地飘落消散。每一个人皆是一口鲜血喷出，其身影倒射飞去，重重地砸落在了地面之上，顿时出现了数道巨坑。没想到他们四圣宫的4大公主以及8位天至尊的联手下，竟然都败于这神秘的强者。萧萧艰难地爬了起来，颤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目光惊骇地望着天空中那恐怖的黑色锁链，暗自道：没想到这么强，需要尽快通知萧玄仙祖。旋即，萧萧刚想通过秘法准备通知无尽火域萧玄域主之时，天空上换来巨大的锁链之声，待得萧萧抬头望去时，竟是令他都感到了一股危险。12道黑色烈焰锁链竟是直接朝着他们12人暴掠而来，下一刻将他们的身体捆绑，彻底的禁锢而下，并且还有令他们的灵魂都开始颤抖的隐晦力量从锁链上散发出来。拿你们的灵魂来成就我的噬魂诀！一道得意的森然笑声传荡在整座圣峰山。被这黑色烈焰锁链困住身体之后，竟然都无法行动，并且他们的灵力也正在快速的流失，而且体内深处的灵魂也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召唤般，竟然想要强行破体而出。这就要完了吗？萧萧、萧凌、林静、慕云熙的眼皮
被这股隐晦力量侵蚀后，渐渐的垂下。而就在他视线将要彻底黑暗的那一刹那，突然在圣峰山的天际上发出了轰鸣的响声。再然后，无边无尽的绚丽火焰仿佛是从虚无之中席卷而出，那等火焰霸道的无法形容，甚至连那可怖的暗黑力量都是在这等绚丽的火焰之下迅速的被燃烧蒸发，似乎是一颗燃烧着火焰的流星，穿透空间轰然落下，直接是砸在了萧凌林静穆云溪的前方。火焰涌开，萧凌那微垂的眼皮下终于是看清楚了前方之物。那里的地面上，一柄巨大的黑色锯齿静静地插在地面上，而黑色的锯齿之上燃烧着熊熊的火焰。火焰涌动，为他们身上捆绑住的黑色烈焰的锁链瞬间焚烧的蒸发而去。与此同时，一道略显懒散的笑声突兀的在这圣峰山的天际上响了起来。喂，我的2个宝贝孩子，还轮不到你来夺取他们的灵魂，你还不够资格。略显懒散的笑声仿佛是从那虚空之外传来，而当其响彻在这天地间时，突然虚无之中有着无尽火焰滚滚而出，一股恐怖的温度直接是笼罩了这座圣峰山。而在这等温度之下，这圣峰山中原本充斥的暗黑力量直接是在此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被蒸发殆尽。那一条条连黑色烈焰的锁链有着嗡嗡的作响声响起，绚丽火焰凭空的燃烧起来，迅速的将它们化为虚无。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是令得所有人都是一惊，他们猛地抬头，有些震惊莫名的望着某处的虚空，那里的空间在此时被撕裂开来，无穷无尽的火焰从其中呼啸出来，那种火焰呈现极端绚丽之色，同时也散发出一种令人感到极具危险的气息。火海之中，一艘巨大的方舟便是缓缓地从撕裂空间中驶出，最后彻底地出现在圣峰山的天际上，遮蔽了大半的阳光。然后方舟的甲板上有着5道身影立于其中，而其中一道身影脚步一踏，仿佛连这片空间都是在微微颤抖着，似乎是无法承受他的降临一般。那是一名身穿黑色衣袍的男子，他身躯修长，面带笑容，笑容略显懒散，在其身躯的表面燃烧着绚丽的火焰，远远看去犹如是一尊掌控天地万火的火神，充满着莫名的神之威压。在黑袍男子出现之前，这片天地间几乎是被那股隐晦的气息所笼罩。然而当这位黑袍男子出现后，下方的所有天至尊都是能够感觉到那铺天盖地的隐晦气息竟然是在迅速的消融散去，甚至连那位黑影的强大魔威都是在这一刻被死死的压制。那8位天至尊都是面带震惊的虚空上的那道身影，他们显然感觉到此人非常的强大无比，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连刚刚在他们诸多天至尊联手下都无法战胜的黑影，却是被眼前突然出现的强者竟是直接能够压制。要知道这道黑影的实力可绝对不一般，刚刚那股暗黑力量已经超越了他们的4大公主，怕是与这片世界中的主宰者相媲美了。这足以说明这突然出现的黑袍男子其身份必然不凡，此等存在就算是在千元界中也必定是某一位主宰者之一。他是……这些天至尊的超级强者震惊地望着那位黑衣男子，然后盯着那身躯上的绚丽火焰，眼中掠过思索之色。下一刻，他们的眼瞳猛然睁大了起来，脸上有着难以置信之色浮现而出。他难道是那位千元界的传奇人物炎帝？在那8位天至尊中，终于是有着见识不凡的天至尊辨认出了来人的身份，当即忍不住的失声出来，声音之中竟是带着无比浓浓的敬畏与尊崇。炎帝一旦激起千层浪，在场所有的天至尊都是目瞪口呆。要知道在这千元界中，炎帝犹如是传奇般的存在，那是千元界真正的传奇强者之一，就算是如今的那些主宰者都得仰望的存在。在这千元界中，能够与这位炎帝齐名的传奇人物只有那位五祖和墓主了，这3位乃是千元界的守护者。这等传奇人物不是说在几年前就离开千元界前往界外之宙的其他世界中了吗？为何眼下竟然突然的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这如何不让的在场的这些天至尊超级强者震撼莫名？在那诸多天至尊的目瞪口呆之时，那位黑袍男子的身边又出现了2道身影，一位紫袍男子和一位金白袍男子。随着这2道身影的出现，这片空间又是加剧的颤抖起来，同样也无法承受他们的降临一般。而且这2道身影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也不亚于那位炎帝，同样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威压弥漫在天地间，更是令得这些天至尊震惊地望着那3道修长身影，整个身躯都是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那2位难道是五祖和墓主？他们显然也是没有想到，千元界的3大传奇人物炎帝、五祖、墓主竟然会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同时现身降临。他们3位神态自若，有着一种令人心折的气度，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气势，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天地崩塌，这3道身影都依旧是能够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独撑大局一般，那是一种真正的强大。有他们3大守护者在，世界必定走向更加辉煌的道路，并且不受外敌入侵。此时萧凌、林静穆云溪等4人抬起俏脸望着那道终于现身的身影，强忍着身躯上传来的疼痛，刚想掠上天空，却被萧炎阻止了下来。然后袖袍一挥，4道神圣的力量便是射入他们的眉心处，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正在恢复他们此刻的伤势，就是神之力量。
其中带着一丝焚神之力，能够加快伤势的愈合。老爹，四人则是睁大着眼睛，激动地望着他们那熟悉的面庞。没想到几年不在自己身边的老爹，今日竟然回来了。虽然是在这最后关头才出现，不过他们看到自己的老爹回来了，心中乃是极为的开心与激动。这几年，他们虽然在不断的变强，将自己的超级势力打理得有条有理，不过心中依旧有着对自己父亲的思念。我们萧儿、灵儿，你们没事吧？下一刻，萧炎的身影便是出现在萧萧与萧凌的身边，他们则是摇摇头，激动的道：“没事，老爹你终于回来了。”旋即，二人便是抱着萧炎开始热泪眼眶，而林静与慕云熙的身边也出现了灵动和沐尘的身影。此刻，他们的父亲终于回来了，就算自己刚刚重伤，都已经不重要了。不过好在，如今萧炎成神，便是可以利用神之力量以及焚神力量进行愈合伤口。这三位乃是千元界的传奇人物，只见得现在的他们三人眼中皆是浮现出浓浓的爱意，全然没有身为炎帝五祖墓主的一点威严。萧炎笑眯眯地伸出手揉了揉萧萧的头发，然后对着一旁的萧凌清秀的面庞捏了捏。这幅温和的画面还真是很久都没有发生过了。不过现在可不是融入这种画面的温馨时刻。当即萧炎缓缓起身，我先解决一下想要夺取你们灵魂的家伙。萧炎对着萧萧、萧凌笑了笑，他们倒是也没矫情，点点头。毕竟对方非常强大，他们也根本不是其对手。萧炎上前几步，而随着他的上前，这天地间的气势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不一样起来，一股无形的威压开始笼罩天地。其眼眸有些深邃地望着那道黑影之上，远处那道黑影虽然看不清实际的面容，可是就算如此，萧炎却是在这道黑影身上感觉到一股熟悉的能量波动，同时那道黑影也是不经意地颤了颤，此刻也在表达着他看到了一位令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熟悉脸颊。但是从萧炎的身上，那道黑影也是察觉到了相当危险的气息，这种气息让得他都无比的震动，因为萧炎的实力比起大年变得更为的强大许多，并且在其身躯上还有着一道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没想到你如今竟然变强了这么多，比起千元界的这些天至尊，不知强上多少倍，不愧是炎帝。黑影低沉出声，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今日会遇到这位令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那个人。如果眼前的这位只是一位天至尊的话，或许黑影还有足够的把握全身而退，但眼下却是没有了那种自信。毕竟现在的他还没有将噬魂诀彻底的修炼成功，就无法成为最强主宰者。萧炎眉头微微皱起道：“在你的身上，我感觉到有一股熟悉的气息，你是谁？”过去了几十年，没想到你对我的气息竟然还没有忘记。那位黑影闻言也是有点惊讶的道。萧炎伸出右手，那修长五指便是一动，带起一股炙热的温度，一道绚丽的小火莲便是出现在其掌心上。不管你是谁，只要敢打主意在我两位宝贝孩子的身上，你就已经该死了。萧炎的语气平平淡淡，然而话音落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在场的那几位天至尊都是为之变色，因为很显然这位传奇人物已经散发出一股令人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的肃杀之意，锁定了那道黑影。要知道炎帝的实力，先不说天至尊，就算是主宰者都恐怕不是其对手。当年要不是炎帝五祖墓主三人联手共同抵御域外邪族以及界外天人族，恐怕就没有如今和平繁荣的千元界。所以这三位传奇人物其实力是何等恐怖，真有气魄。好，我倒要看看几十年过去了，你究竟强到何种程度了。那道黑影的语气低沉，旋即那滔天般的隐晦气息渐渐的涌动，连空间都开始崩碎，一股恐怖的威压悄然的弥漫在整座圣峰山。萧炎抬起手掌，掌心之中那道绚丽的小火莲缓缓的旋转而起，一道平淡的声音自天地间响起：“灭！”将那一道小火莲对着黑影扔了过去。小火莲划过天际，这天地间的温度开始节节飙升，愈发的可怕，带着毁灭气息，急速的对着黑影爆射而去。虽然看过去只是不起眼的小火莲，但在场的天至尊却是感觉到此时的他们，如果只要是心中对炎帝有着丝毫的杀意，那么就将会立即有着毁灭之炎从天而降，在顷刻间将他们瞬间化为虚无。那道黑影盯着萧炎所施展出来的小火莲，眼神深处满是浓浓的忌惮。不过忌惮归忌惮，他还是想要知道现在的萧炎究竟有多强大。黑影也是猛地一步踏出，顿时间黑色的涟漪犹如是巨大的浪潮一般，直接是从其脚下疯狂的席卷开来。斩地拳！顿时爆喝之声响起，只见得在黑影身后的空间开始迅速的化为漆黑的巨拳，在其上散发出强大的隐晦之气，还在不断的升腾。短短数息之间，那股力量便是能够轻易的击杀一位圣品巅峰的天至尊。如此一幕，令得萧萧、萧凌、林静、慕云熙等人的眼睛都是瞪了大起来。这才是黑影的真正实力吗？难怪能将他们一举击败，刚刚还差点死在对方的手里。对方究竟是谁？真的如萧萧所说，来自夏位面大陆的强者吗？所有人都是能够感受到那斩地拳的力量无比的可怕，其中还有着能够侵蚀他们这些天至尊体内的灵力，简直就是邪恶到极致的力量。而面对着对方如此恐怖的攻势，萧炎则只是淡淡一笑，那急速爆去的小火莲直接迎刃而上，与那轰然而下的巨拳轰击在了一起。
随着双方攻势的碰撞下，只见的这片天地间出现了一片无尽绚丽火海，那种火海的威能，就连天至尊都从未见过，但却是能够感觉到其中的恐怖之程度，那几乎是毁灭的力量。绚丽的火海席卷，直接将那对方的可怕攻势吞噬殆尽。也就在这仅仅的一瞬间，那火焰的力量堪称是无敌。在击垮了那道攻势后，火焰依旧是带着毁灭的气息，朝着黑影呼啸而来。短短数息间，就将那震惊的黑影给笼罩在了其中。在如此可怕的高温下，那道黑影发出刺耳的痛苦声，最终被火焰彻底的焚烧成了虚无。短短不过10数息的时间内，那道黑影便是在萧炎轻描淡写的一招之下被毁灭。诸多天至尊见到这一幕，眼皮也是忍不住的跳了跳。他们见过主宰者出手，然而即便是那些超脱圣品之上的主宰，与眼前的炎帝相比之下，依旧是差了许多。好恐怖的力量！所有天至尊也是在此时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望着这位炎帝，心中顿时升起了恭敬之意，因为炎帝的那种力量已经远远的超越他的认知范围了。萧兄，刚刚那股黑影身上有着一股暗黑的气息。灵动出现在了萧炎的身旁，作为感知力极强的灵动，在出现的那一刹就知道这道黑影的不凡。萧炎也是没有否认灵动所说，刚刚自己与之交手，便是发现黑影的确有一道暗黑的气息，同时这道黑影的气息似乎有些似曾相识，只是一时间萧炎也没有想起来究竟是谁。看来似乎是上面的那些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入侵我们千元界了，虽然没有大举入侵，但是却利用千元界中的一些心智邪恶之人进行扰乱千元界的秩序。萧炎缓缓说道，似乎也猜测到了什么。虽然如今的萧炎很强大，但是对面上面那些人的时候依旧是还有差距的，毕竟连第一序列神的先天神之前都卖命于那些人，而且知道自己是棋子也与之合作，足以说明上面的那些人其实力是多么的恐怖。而萧炎心想着，为什么上面的那些人要入侵各个大界之中呢？他们的大计划究竟是什么？难道说在他们这些下等级中有着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想到这里，萧炎更是陷入了沉思。对于千元界已经被上面那些人渗透其中，千元宫竟然没有任何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些神秘人的可怕存在。老爹，一道亲切的声音传入萧炎的耳朵，旋即便是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和儿子向自己快步的跑来，而林静和慕云熙也同样朝着自己的父亲奔跑而去。这几年虽然他们没有多大的压力，也没有其他超级势力欺压他们的四圣宫，不过唯有对于自己父亲的思念，随着时间的越久更是浓郁万分。然后他们皆是扑进了自己的父亲怀中，这一刻他们可是盼了很久很久。萧炎、灵动、沐尘也是在这一刻差点没有忍住要流泪，这是幸福的眼泪。这一幕他们也是盼了很久很久。离开千元界已经有数年的时间，这一次的回来，他们的实力已经不是大主宰层次，而是达到了主宰之上的领域，准神以及神奇的新高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变强的原因。只有自己越来越强，自己的世界才会和平，守护身边最重要的人。而他们如今成神归来，也算是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获得了各自不同的新收获。特别是萧炎，虽然自己只是第3序列神的修为，如果底牌进出的话，能够与第1序列神与之一战，毕竟焚神诀可不是普通的神技。这温馨的画面持续了片刻之后，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开。作为他们的孩子，控制力自然没有萧炎他们好，当即拿起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老爹，很想你，看到你回来了，我想娘他们也会超级开心。这些年他们可都是挂念着老爹。萧凌大笑起来，然后对着见到萧炎后的那种无法掩饰的激动与开心，看着已经成熟了不少的萧凌，竟然与自己当年的气度一模一样，不愧是自己的宝贝儿子。而萧萧则是比他的母亲更加的妖娆，那一份来自吞天蟒一族的天生妖艳绝美，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萧炎这位宝贝女儿，想必在整个千元界有着一大批追求者了吧？可恶的老爹，你终于是舍得回来了。这次回去，我要让娘臭骂你一顿。林静双手叉腰，转动着眼珠子，嘟起嘴巴说道。对面自己这一位宝贝女儿，灵动也是一脸无奈，不过却是非常疼惜她这位女儿的，对林静的宠溺只会多不会少。我的宝贝女儿，你可要你娘亲的面前说点好话，不然我肯定又会指不定的被你娘亲说一顿喽。灵动也是开始假装做出一副可怜的模样，对着灵动诉说道。哼，看到你刚刚及时回来的份上，我暂且不告状。林静哼了一声，偏头不理灵动的表情，也是极为的幸福感拉满。爹爹，我和娘亲可想你了，每天娘亲都在我耳边讲起爹爹。慕云熙虽然是他们几个年纪中最小的，但也是一位极其绝美的美女子，乃是幕府中的千金。此时方舟上的2道身影看着这一幕，也是露出一抹笑容。没想到炎帝五祖墓主3位的孩子，竟然个个都是绝美佳人，而且他们之前的父女子感情相当好。想到这里，紫衣琴身为女人可能会感性一点，在此刻竟然自己也想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不过这等小心事，紫衣琴可不会在脸上表达出来，只能深深地放在心里。王熙也是对其高兴。这段时间里，也可以看出萧炎、灵动、沐尘3人在方舟上脸上时常都会浮现出来的思念。如今看到他们脸上挂着的幸福样子，脸上也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在场的还有4圣宫的8位天至尊，他们也同样看在眼里，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敢出声，打断这幸福满满的画面。
只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与自己的孩子们欢快地交谈片刻后，萧炎便是摸了摸萧萧和萧凌的头，然后缓缓地转身，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8位天至尊。感受到这位天元界传奇人物的炎帝目光投来，他们便是极为恭敬地对着炎帝、灵动、沐尘3人拱手弯身道：“虽然他们是天至尊，千元界中的超级强者，但是对面这3位传奇人物，强如天至尊，也必须有着恭敬之意，同样还有着非常敬佩之心。”炎帝、五祖、墓主，我们是4圣宫之人，见过3位传奇人物。8位天至尊弯腰躬身的拱手敬意。既然是4圣宫的人，就不比那么拘束。萧炎慵懒地笑了笑。4圣宫乃是他们宝贝孩子所创立的势力，如今在这4圣宫中，既然连天至尊都愿意加入其中，看样子他们的宝贝孩子有着不输于他们父亲的天赋与势力。